我感觉我能在这玩一天。怎么样，爽吗？从我的神情也能看出来，我肯定是开心的、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因为第一次开 Model S Plaid 的时候，其实给我的震撼更大，就是第一次开这种电动的1000匹马力的车加速。但是呢，我是觉得这种加速的快感呀，每一次都是存在的，所以我就是每一次都很快乐。这次依然很爽啊！反正无论如何，比你在那里对吧喊起步摇旗子还是爽多了。那肯定是。好。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大漠他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其实相对来说的话，他觉得这一次小米苏7 Ultra 给他震撼，可能不如他第一次开 Model S Plaid 要那么强，对吧？这是为什么呢？我从科学原理角度来跟大家揭示一下，它是有道理的。因为今天的场地条件所限，这两辆车它们都无法跑出理论最快加速成绩。因为现在在北京的早晨，地表温度是低于0摄氏度的，温度特别低，而且赛道表面还是布满了沙尘、沙石，应该说，所以说呢，这些都会很大程度影响抓地力。因此，我们今天对于这两辆车它们的测试的成绩都无法达到最大值。下面咱们来去跟大家揭晓一下今天的测试结果啊。Model S Plaid 在去年夏天，在最炎热的时节，抓地力最好的条件，我测出的破百成绩是2.5秒。而这一次在北京0摄氏度瑞斯赛道直线上边，只能跑到3秒整破百，这是它的最好成绩了。而小米苏7 Ultra 呢，这一次的话，它跑出最快的成绩是2.5秒，是以排位模式，也就是最大那个马力跑出来的。这个模式的话呢，它不允许你油门刹车一起踩，不允许你去预加载弹射，你就只能是说是一脚油门直接出去跑到2.5。而且呢，我又特意试了一下，如果小米苏7 Ultra 要是用它的这个弹射模式跑的话，其实只能跑到2.9秒。所以说，就是这一次，如果你要是从绝对的加速力角度来说，给你的体感角度，小米苏7 Ultra 其实也就跟你去年夏天看 S Plaid 是一样的，对，2.5秒对2.5秒。但实际上，通过这一次同场测试下，你会发现小米苏7 Ultra 比 Plaid 要快那么多，对吧？这是为什么？其实还是绝对马力的碾压，也就是起步大家都打滑，都严重打滑。而且你会发现，你越是想给它放到弹射模式，你越想把这个动力越发的往后轮上面压的话，但其实它的打滑就愈发的严重，对吧？所以这两辆车其实起步出去可能前50米的话都无法充分发挥动力，反而可能说过了50米之后，轮胎能咬住地了，才能够全力发挥。而这会儿小米苏7 Ultra 的马力优势，对吧？几乎1.5倍马力一下就体现出来了，瞬间就把 S Plaid 拉开，而且越拉越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大漠说这一次苏7 Ultra 给它没有带来那么大加速体感的震撼，以及说是为什么这一次苏7 Ultra 相比于 Plaid 能够说是赢这么多的共同原因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明确跟大家去做一个预告啊，等到天气暖和以后，估计北京可能得过了5·1。等到地表的赛道条件温度好了之后的话，我会重新把它们带到赛道上，咱们重新再测一下，重新看一看小米苏7 Ultra 它的极限成绩多少。反正无论如何一定比2.5秒好得多，对吧？地表条件这么差，对，我也好奇，就是在这种环境非常合适的状态下，对的，地表条件这么差，然后它都2.5秒破百，纯靠后段马力追回来，那你说这要是地表条件好，从起步这一下都能蹦出去，那我觉得无论是绝对成绩，以及说是起步那一下给予你那种真正弹射的那种体感，那肯定都比今天要强得多。所以你自己期待一下，观众和我咱们都可以期待一下，看看到时候那一次无论成绩以及说你的主观反馈会怎么样，好吧？当然了，既然是严格的测试啊，咱们肯定把所有流程都跑完。第二项制动成绩，在当前北京瑞斯赛道一个地表条件特别差的环境之下，小米苏7 Ultra 这一次也只杀得一个35.4米的离100到0的距离。说实话，我觉得相对于这辆车本身来说，肯定也是完全没有发挥到它的极限。而且就这个赛道条件，今天尤其差到什么程度？你的车一边走，你都一边感觉到就是杨且这个石子儿在不停的打这个车的底盘。对，我开的时候特别明显。对，所以说还是我觉得对于这种性能车，咱们还是可以更严肃一点。等到说春暖花开，条件更好之后，咱们去重新测试，刷新一下，看它能到什么样的极限，好吧？第三项呢，就是赛道圈数啊。说实话，小米苏7 Ultra 这款车，它已经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已经有一些赛道，以及接下来还将在各种赛道不断的去已经证明了，并且继续证明它的成绩、它的实力。在这里呢，也就不再需要我这么一个业余的玩家来去在瑞斯赛道再去充分证明它了。
但是呢，我今天还是想在瑞斯赛道啊，咱们的这个比较标准场地呢，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种驾驶吧，激烈驾驶状态下它的这种各方面特性。因为毕竟上一次在浙赛我开的时候，那个地是湿的，那确实比较差意思，对吧？离这辆车的可能说它的这种极限还差得很远。这一次呢，虽然说赛道是干的，但还是第一赛道温度低，第二呢，赛道的表面反正布满这种沙子啊、石子之类的，条件很差，以及说呢，我还是按照咱们以往的标准的测试方法，就是让它在凉胎的状态之下是标准胎压啊，我并没有说把它设定到暖胎之后标准胎压，所以说随着说这个胎温的上升的话，那么肯定说胎压也会升高，对吧？抓地力会有一些缩水，简单跑了跑。一共呢，我只跑了3圈，第一圈呢基本上暖胎，第二圈简单试了试，在第3圈呢是随便啊，反正就跑出了一个不到1分钟的成绩。而且这里还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它的特性跟预想当中还是截然不同的，在于几点。第一就是这辆车，如果你要是常规的左脚刹车习惯，其实它并不是很友好，因为我是属于惯用在弯道当中比较早的去给油的。就是左脚踩刹车，右脚给油，以去更早的去说调车的这种说姿态吧，在弯心，然后让车这样去尽早的出去。但实际上这辆车的话，小米苏7 Ultra它有一点跟特斯拉比较像，它就是有一种类似这种刹车优先逻辑，即便你是在赛道模式、排位模式下，它还是这样。基本上你踩刹车之后，然后它的动力就比较。可以说几乎吧，就都给你断掉了。它不会说像一些这种传统车，尤其是传统燃油车似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发动机动力一边给着，然后这个刹车只是在压制它的动力，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要是频繁的去用左脚刹车、油门去想调它的姿态的话，反而可能说会比较的尴尬和挣扎，就是它的动力是这样一股一股这样释放的，反而非常的不线性。所以说呢，在经过了第2圈，我发现这种方式不好之后呢，在第3圈我就换这种方法，换这种方法之后，反而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以一种特别随和随性、更从容不迫方式，直线一脚刹车，然后一个 trail braking 进去，甚至都不用 trail braking， 不用带着刹车键，直接方向打进去，你会发现这辆车它的无论是稳定程序或者说电机的矢量标定，它真的是可以做到指哪打哪。就是我发现你完全信任这辆车之后，你越从容不迫的开它，它给你执行的越好。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种这个调教的功力的表现。就是任何的四驱车其实不仅仅是在电四驱时代，就哪怕在燃油四驱时代都是好的四驱系统，它在转弯的时候它是可以帮你转弯的。而有一些车的话，对吧？咱们一起测这么多车，你也听我反馈很多了。就是有一些车的话，如果说它这个系统设定的不好的话，它其实无法充分理解驾驶员地图，它反而会给你帮倒忙，对吧？它跟你较劲了。对，所以就是小米苏7 Ultra这款车，它在瑞斯这么一个其实直线非常短赛道上是无法充分发挥它直线的动力优势的，反而可能更好的去检验它的低速弯表现。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在低速弯的话，小米苏7 Ultra这辆车极限不仅高，而且还特别的宽。也就是这辆车它驾驶这种容易的程度是远远超出我预期，应当说是我所开过的，咱都不说性能车就是所有的四驱的电动车，或者说是就广泛意义上性能车里，我认为最好开的一辆，也是对于一般的驾驶技术的人，就像我这样的人，最容易把它逼到极限的或者接近极限的车，以及说在极限状态之下最可控、最安全的车。那其实说对新手来讲，门槛是比较低的，比较友好。门槛很低，当然这背后我觉得咱们一定要去充分的感谢就是小米苏7 Ultra这款车背后的这个VD 团队，它的这种所有的工作做得确实太好了。但是反过头来，我也想说我也想就是分享一个观点，就是不能因为这辆车好开，所以反而说就是因为给了人更大信心，所以你就肆无忌惮的去开它。因为毕竟还是那点，它的极限再高，极限再宽，但如果说你的速度要是过快了的话，那你还是会出去。是，毕竟你车和轮胎还是有极限的，对吧？所以说反而开这辆车的话，就是什么地方找刹车点，成为了说它最难以去可能说去掌握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毕竟说直线速度马力挺大，还是可以拉得很快的，对吧？什么时候刹车这一点，因此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就是还是可以先从早刹车逐渐一点点去尝试，千万不要说上来就第一圈、第二圈就尝试说拼一个晚刹车点，那样的话很可能确实因为速度过快，那真的是怎么救你车极限再高也没戏了。这个是给大家的一点忠告。再有就是其实之前对于说像这些高性能电动车，对吧？其实我之前也是
有点担心，比如说会不会在连续激烈驾驶情况之下，它的这种说制动力可能说是后边摔跤比较严重。因为确实在电动车时代，其实一辆车因为它日常开的话，基本上都是靠动能回收，电制动就已经可以完成80%甚至90%以上的制动了，对吧？所以机械制动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不用做那么的冗余，加上说它的车一般又比较的重，对吧？所以反而你要是在赛道这些连续激烈驾驶工况，可能持续驾驶的话，就有可能，也许第一圈还行，第二圈还行，可能到后边就容易力不从心了。但这一次小米苏七 Ultra 这款车，我想说的是啊，即便说是原厂的刹车状态没有选装这个 Endless 的这个高性能的刹车片，它目前连续刹车赛道至少3圈吧，这样开下来的话，更多圈我没试啊，我今天简单开一下我就下去了。至少3圈，我觉得它的制动力的话，表现还是能够非常激于你细心的，绝对不用担心说它会出现严重热衰减而引发危险等等，这一点还是可以给大家很强信心的，我为这个结论负责。所以说呢，也是受制于天气、温度和场地的限制吧，这一次确实咱们就是只是简单摸一下它的性格就够了，随随便便反正一跑，基本上1分钟之内。因此我估计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如果咱们再来跑的话，很可能也许58、57、56、55，反正真的是深不可测，而且是如此容易的驾驶，如此高的宽容度，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不过还是啊，话说回来，这么强动力的车，它其实给予驾驶者你去享受这种说激烈驾驶乐趣的场地，应当是什么？封闭场地、赛道，对吧？因为确实就是这个车提车之后呢，不光是提车之后，就我看它是上市以后啊，目前确实有一些车主在大马路上面去野蛮飙车，这点我觉得确实咱们是应当强烈谴责的。就是不应该把公共开放道路作为说你去尝试探寻车辆极限，或者说去自己玩耍的一个场地，这样害人害己，一来对自己不好，二来也可能也给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危险和隐患，对吧？这点是明确告诉大家，就是有好车的话，应当还是在合理的场地去驾驭它。说完小米苏七 Ultra 呢，可以再说一说 Model S Plaid 的性格。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小米苏七 Ultra 它是一辆全方位的特别严肃的电动性能车。它不仅仅直线马力大，包括说弯道极限，以及说驾驭的这种宽容度也是如此之高，这一点确实是极好的。相对来说的话 ，Model S Plaid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偏科的直线机器了，就是它只能够说是直线发挥动力。而这辆车的话 ，S Plaid 你不要指望它有任何操控层面的这些优势，哪怕说它的3电机，包括所谓的矢量控制逻辑搭载是比小米苏七 Ultra 更早的，但确实小米苏七 Ultra 至少在目前技术实力上，我觉得完全做到后来居上，对吧？第一是说在控制方面，第二包括比如说是电机马力啊、性能啊，以及说是转速等等这些方面。因为这也可以多说一点关于原理层面，因为确实就是电机想做高转速，无论在电的维度还是机的维度都比较难。电的维度的话，你的永磁同步电机的弱磁控制，如果说后段你想去维持它外特性一个比较明显的准恒功特性，因为它一定是会降功率的，但是你不要让它降得过多，这是说电机做高转速的一个难点。这一点第一是它要做好，第二关键在什么？就是机的部分，因为说你的转速很高，这样无论是对于说你的这种说机械结构、振动控制、噪音控制，包括冷却等等，其实都是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和考验。我还记得当初 Model S Plaid 它好像是量产车当中比较早、比较少的是使用了超过2万转电机，而且还使用了叫做什么碳纤维的转子套啊，以去保护它的转子等等之类，包括说它的这个外特性的曲线，当时在行业当中反而也是有口皆碑。而如今呢，我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个小米的苏七 Ultra 全方位都做到领先，确实我觉得还是想给小米啊，或者说咱们中国汽车技术去点一个赞。确实，在赛道性能维度，小米苏七 Ultra 完胜 Model S Plaid，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比较残酷的方面，小米苏七 Ultra 完败了。你能想到是什么吗？什么方面啊？哦，你昨天晚上去？对，就是昨天晚上我所经历的，就是电耗、能耗的部分。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两辆车确实它们的取向是截然不同的。Model S Plaid 大家可以看到，对吧？它的外表是一个非常简约流线的造型，它几乎不考虑这辆车的什么空气动力学，不是，它也考虑，但是它考虑只是降低风阻，而不考虑什么，比如说下压力啊这些方面啊。所以说它的风阻特别的小。在我们之前测试 Model S Plaid 它的城市和高速电耗只有100公里14度多和18度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对应的续航值，城市也是能跑到接近700公里，高速超过550公里的，这是 Model S Plaid 的。是。但是小米苏7 Ultra 确实啊，如果咱们只看绝对电耗值的话，那确实高得多，基本上是1.5倍啊，高这么多，两个维度都是1.5倍，确实是超出我的想象了。对，下面跟大家来去公布一下成绩啊。还是啊，跟以往的测试环境都相同。城市工况呢是均速27公里每小时，包含城市畅通、城市拥堵、城市红绿灯和强制停车信息，多种工况混合而成。高速呢是尽量以120公里每小时速度巡航，然后中间遇到车流减速减到110左右，然后说是之后再恢复均速，动态均速超过113公里每小时。这么严酷环境之下，反正测下来啊，而且昨天温度其实比今天还是要高不少的。今天挺冷的。昨天的话，温度其实已经是大约7到10度左右这个区间，全程看着呢。下面公布成绩啊，小米苏7 Ultra 这辆车，我选装的是不带这个机盖上的这个通风口以外的全套的空气动力学套件，然后外加是这个高性能轮胎，这样的规格，它跑出的城市电耗是100公里21.5千瓦时，对应的续航只有434公里。然后再说高速，高速电耗就更高了，你猜一个数？高速的电耗，更高的话，可能29、28，还高，还要再高。对30，没到30，100公里29.6度电，对应的续航值315公里。应当指出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绝对电耗的话确实是高，但是咱们考虑到这辆车它本身在性能层面这些特化，别管说是这些空气动力学套件增加这些风阻，对吧？包括说比如说车辆额外的一些，比如这种结构性出于性能考虑冗余，包括比如说它电机，包括齿比这些特性，是吧？我是觉得还算可以接受，毕竟一般的是这种全方位的综合性能车，相对来说能耗高一点都还行。我是可以想象到它会比Plaid 高，但是我没有想到高这么多，对吧？或者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两辆车它不同的取向所决定的。就是 Plaid 这辆车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就是直线机械，日常能让你随时加速加热一脚。除此以外的方面，完完全全还是说基于日常，比如说电耗能够比较低，续航能够比较远。对吧？大概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小米苏7 Ultra一切，当它把性能作为第一诉求的时候，可能这些方面确实就只能做出一些让渡了。其实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看首批车主提了车之后，基本上都是带这个运动套件的，是送的，免费的，全带。对，所以大家肯定就都要了嘛。就是像以后假设说哪些用户想要再买 Ultra， 但是他可能更对续航有需求，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不要这些配件，就相当于一个标配版了嘛。对，这可能也是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引发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次的话，因为上市阶段它所有的这些空气动力套件，除了这个散热机盖以外，对吧？或者叫通风机盖以外，都送了。所以其实用户的价值锚定已经是锚在你的价格里，就好像是标配这些就是50多万已经50多万你就应该有这些了，对。或者说他如果真的想要这些，我觉得也就上市阶段就抢购了。那其实如果要是未来厂家真正的想要做一辆这种简版的车吧，或者说是日常版的车，我觉得价格上可能会需要下来一点，可能更容易让人接受吧。对，或者我觉得其实可以把你这个想法，咱们可以再去延伸一下，就是你不仅仅是说在这个外观上这些空气动力学套件里去做一个简化，包括甚至我觉得你在性能维度上也可以做一些简化。比如说咱们可以想一种用户，就像你说的，可能他更在意这辆车续航，然后他对于性能的实际需求可能也就只是可能加一下速那个动力性而已，他也不想真正开这辆车去劈弯，追求什么操控性啊，或者所谓的连续长距离激烈驾驶那些冗余。那是不是可能说这辆车，比如说它在一些冷却层面，它也可以相对做一些简化，冷却热管理，对，冷却热管理，对，很专业啊。甚至于比如说是在哪怕像这个悬架的调教上边，其实也可以说再舒适一档。对，其实我是觉得悬架可以再舒适一些的，这样的话其实更适合日常。对，然后比如说是像你都日常了，对吧？然后你马力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是放开1500多匹，因为放开1500多匹可能在其他卷轴热管理上面也得做一些这种补偿，对吧？你比如说，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1000匹、1100匹也够了，足够了。对，因为我日常开 S 我感受很深，就是我其实是喜欢这种加速的，就足够了，对，其实就够了。而且再有，你想，其实你如果说马力过大的话，你如果说你日常开轮胎不热情况之下，你也打滑，对吧？就包括比如在今天的这个赛道上面，你也打滑，你也无法充分发挥，对吧？所以那其实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舒适版的
一个取向的苏七 Ultra 的话，然后价格能够再便宜一些，40多万，这样就很有优势了。你看它可能续航更长了，对吧？对，然后日常开起来更舒适了，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它价格跟成本都会下降啊，是这样，对，这样开口更大了，面向的消费者就更多了。就面向那些可能就是对吧，单纯就只需要动力，其他方面的话还是日常。对，就感觉就跟 S Plaid 其实它的定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吧，一个用户群。对，然后可能说40多万。这样是可以的哈。然后其实如果你要这么说，我倒觉得也是打开了一个思路啊，就是咱们可以说再去做一个反向思考。你刚才这是一个减法的案例，对吧？对，相当于是在 Ultra 上面，在目前咱们的这个几乎全配的 Ultra 上面去做减法，做一些减法。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加法，因为你看啊，就这一次前阵挺逗，就是雷总。他呢，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关于说这个苏七 Ultra 这辆车选配的时候，对吧？他提到了一个点，说很多用户说，哎，他的选配逻辑很奇怪，好像啊，我记得就是，选配空气动力学套件，然后还想要这个通风的这个机盖等等之类的，对。但是却发现好像真正对于高性能轮胎的需求没有那么高。甚至他说有很多人可能反而说选了那些东西，却去选一个可能长续航轮胎，哎，这点可能他就比较难以理解。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消费者，他们买像苏七 Ultra 这样的车型，可能带给他最大价值不是去赛道 P1，不是极限的什么操控性、什么全方位的性能，带给他们的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形象、情绪价值、张力。对这些外观的这些东西赋予他们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心情价。对，更多的不是说真的这个东西多高的这种说是空气动力学这种收益，而更多的就是这辆车我开出去之后，哎，变速特别高，大家知道啊，我开的这个车，大家会更多的关注等等这些，对吧？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很正常，对。就是不同的需求。对，那其实我觉得啊，你看现在像小米它的苏七整个全系列，其实目前产能还不算高。比如说未来随着说产能提升，然后可能说呢，这个小米的车越来越多了，对吧？如果从补全它的这种说产品图谱的角度，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加法方案？就是对于说普通的苏七，甚至比如说苏七 Max，也能够允许它去定这样的一个类似 Ultra 的外观套件。你也许不一定跟它完全一样，你也可以跟它完全一样，你也可以不跟它完全一样，做一个比如说稍微简化一点的。就像我觉得，比如在燃油车时代，对吧？比如说像宝马，对吧？比如以3系为例，有3系，什么有 M3，对吧？然后中间可能有比如说什么 M Sport， 什么 M Performance，什么几级的各种套件之类的，对吧？就丰俭由人嘛，对，满足不同用户。你如果说只在乎外观，你就去选这个东西；你要是在乎性能，你就那样，对吧？甚至 M3可能你也可以选，比如说不同的这种外观啊、内饰啊这些东西，对吧？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些吧，可能就是未来啊，留给说厂家可以去做一些准备，以去满足不同的用户他的需求。因为毕竟这辆车还是挺火的，或者说小米苏七系列上市以后都是挺火的。我觉得如果厂家你不自己官方不做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后市场可能大量的也会做，以去满足普通苏七车主他们的这些改装的想法，是吧？所以呢，既然如此，对厂家如果能提供这些，是不是可能也挺好的呢？是吧？行，这个就扯远了，又扯到什么版型啊、产品图谱之类的。咱们接着说回这个车本身。哎，老板，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电耗这些，其实我还想到一点，你就是比如说小米，其实它这么着重在赛道表现的这个方面，其实我觉得小米可以跟各个赛道去做一个合作，去提供一个自家的这种高功率的充电桩，这样是不是就更方便了？哎，这个想法还挺好的啊。我不知道，其实现在全国其他的一些赛道，他们的充电条件怎么样？但至少就比如说像咱们北京的这瑞思赛道，像今天早上起来，咱们为了说在赛道上面去测试它的成绩，别管说直线加速，还是说这种赛道，对吧？咱们早上起来到那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都不是去赛道，去赛道旁边充电，充了多长时间？就满电出发，到那块也充了半个多小时，对，是吧？充了挺久，然后这个充电桩离赛道距离，反正开车怎么也得有5到10分钟，是吧？还挺远的。那你想想，它毕竟跟燃油车不一样。你燃油车的话，我开出去之后，我加油再回来，前后加一起20分钟怎么也行了。然后你可能又能跑很久。但是电动车的话，本来充电时间就长，对。然后同时呢，可能这个如果充电桩距离赛道比较远，或者说它的功率又比较低，早上起来国网这桩，对吧？就功率特别低。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可能让用户他一天宝贵的这种赛道日的时间的话，其实可能就
真正用来玩的时间就大大打折扣了，其实增加了极大的不便，极大的不便。所以确实就是我觉得小米苏7 Ultra 吧，它算是国内第一款真正意义上在市场端算是掀起了严肃的这种纯电动性能车的先河，这算是吧。之前有一些可能少数，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形成气候。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确实要给小米厂家可以提一个建议，就是可以说在国内各种赛道吧都去说合作推出高功率充电桩。而且这一点不仅是满足咱们小米苏7 Ultra 或者说小米其他的用户自家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对于说广泛意义上的这些其他品牌未来越来越多电动性能车，可能都是一种便利性提升，而且确实就是能提升好感度的。是。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现在的这种主流的性能车的这个功能方式，从过去的燃油逐渐过渡到电动以后，就会发现有很多可能过去不存在的问题，可能现在就成为了问题，需要去解决。咱们现在正处在过渡期。对，当然好的点就是说呢，它因为现在这一切的技术的迭代，确实也可以给用户带来很多燃油车时代所不具备的特性。对吧？而且这种特性，我觉得不仅仅的是在这个激烈驾驶赛道层面，其实就哪怕在日常层面，我觉得其实可能带来的收益会更大。这辆车呢，我已经是之前在这个浙赛边上就已经充分的去试过日常，包括说智驾、日常驾驶等这些方面，总体感觉还是挺好、挺均衡的，对吧？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底盘稍微我觉得小震度有点硬，有点灵敏，然后呢是高速的这个噪音有点大，但是作为性能车基础来说，我觉得其实做的都已经相当好了。在其他的方面，反正就是一个日常开着还挺舒服的这样一电动车，这就是我的感受。莫尔，你开这个车之后，你觉得怎么样？特别是说，比如跟 S Plaid 之间的一些对比呢？我会觉得它其实操控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我在高速上的这种稳定中心感，然后包括转向了、加速了这种感觉给我更好。给更好，也就是你日常开着都能觉得它的运动味儿比 S Plaid 要更强。没错，那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我觉得它确实是底盘会相对硬一些，比 S Plaid。然后舒适度其实前排我觉得差不多吧。你说起关于两个车座椅就是小米苏7 Ultra， 我觉得它整体来说，还是比 S Plaid 要舒适一些。不光是说它这个 Alcantara 材质的这个座椅的表面，包括比如说它的这种说填充物，对吧？柔软性对身体的包裹感，后排更明显一点。对，你觉得吗？就是舒适感。因为当初这个 S Plaid 其实提了以后，让我最失望的就是它的后排。我觉得这个座椅舒适度甚至还不如 Model 3，就特别硬，怎么就那么硬就是一个感觉一个皮板凳的感觉。但是小米苏7 Ultra 反而是说坐进去之后，对吧？包裹感、温馨感是比较强的。我会觉得它坐垫可能更长一点，然后包括靠背的角度也更舒适一点。对，这些都是更好的。然后智驾这一次确实就在这辆车上，你暂时还无法体验因为它这个叫什么性能的保护里程是300公里，智驾目前尤其是那个全方位打开高阶智驾保护里程有1000公里，而且它不是说你的总里程1000公里是你必须先是之前使用它的基础智驾功能跑1000公里，然后才能够开放它的这个智驾的完全版。所以关于这一点，确实就只能慢慢的去积累了，可能得到一定时间之后了。但是这里我也明确跟大家说咱们可以再去回顾一下我上次试车的内容，就是小米这个品牌，它作为一个后来者，应当说目前整个行业当中吧，做智驾最晚的厂家，不一定做智驾，但至少你想它造车是最新的嘛，对吧？相对来说最新。然后它在最近刚刚交付了它的这个高阶智驾，包括带程序领航等等全方位功能。我想说直接就来到第一梯队，这一点真的是相当出色的。反正就我之前在绍兴那一趟开吧，基本上1个多小时，全程零接管。虽然说呢，它可能在有一些场景的处理上，我觉得也还没有那么的完善，但就是考虑到小米它这种作为后发者，基本上吧后来居上的这种能力，我相信在未来的智驾赛道上，我是比较看好这家企业的。这事儿我不敢负责对，我只是一种猜测，就是说由此推断出它企业的这种说比较深厚的这种研发实力，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这辆车的话留在咱们手里，未来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智驾对比的一个参考。
2025年确实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智驾的一个大年，各种厂家吧都在集中性的在智驾这条赛道上去快速发力。而且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对于智驾系统的评价，它的保质期非常的短。对，你只要一发布一个这个新的版本，然后或者不同厂家发出不同版本之后，整体行业的排名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说，咱们可以现在是2025年的春季，咱们可以到夏季、秋季或者到年底的时候再看一看小米是否完完全全后来居上，把其他对手给甩下来，或者也许可能其他对手也去发力，把它给甩开呢，都说不定，好吧？关于这些呢，我觉得咱们未来就是小米苏七1这款车，别管说是它的性能还是智驾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留着很多悬念，不断的去深化测试的，随着这种使用的延伸。反正小米这智驾我是没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都比特斯拉的这个 FSD 6万多的这个，嘿，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对吧？刚刚落地中国，对。但是落地中国跟我无缘，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 Model 3的话，我当时是 HW 3.0的电脑，现在不能使，那怎么办呀？就没办法，你那钱就没办法，就打水漂了。我也不敢说以后厂家会不会有什么补偿方案，反正目前的话，就是这一波我又被抛弃了，就是只有后期的 HW 4.0电脑的用户才能使。虽然 FSD 我也没试到，但是目前其实听大家的反馈也都有一定就是水土不服嘛，有一点对，比较水土不服，看大家的这些反馈吧，对吧？但是小米目前的这一套高阶智驾，我想说真的是还是挺行的啊，挺超预期的啊。基本上吧，反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咱们作为这两辆车共同的车主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细节体验。具体那些分项也说这么多了，是吧？就是我觉得小米苏7 Ultra，别管说是在技术层面，包括说是严肃的全方位性能层面，包括产品力完善层面、功能智能化层面，完胜特斯拉 Model S Plaid， 而且说它价格还便宜了很多。想当年都不用当年，就是去年吧，这个车的话还是挺贵的买的。100万，当时100万，然后如今的话，只需要花1半的价格就能买到一辆全方位更好的车，对吧？中国工业的力量。昨天去提车的时候，我也跟你说了，其实现在周围人目前都对这辆车特别关心。我自己开了之后，我也觉得这辆车确实是，我觉得这50多万是非常值的。就是对，不管是从它的配置、它的性能这些参数也好，然后使用感受也好，所以其实小米苏7 Ultra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可玩性跟可能性都非常高的车。哎，这评价还是挺高的。对，可玩性更多的是说当下，可能性说的是未来，也包含可玩性，对吧？确实，也就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智能电动车时代，它所赋予用户的价值。其实这两年你发现没发现，就是咱们正在见证这个时代，对吧？从最早咱们一起试车，我记得当时是方程豹，对吧？就是见证了这个电驱、电动化这些在越野车领域它所达成一些价值。我还记得那是第一次嘛，当时跟 G63一起去同场跑，你当时就负责摇旗，然后1年半的时间了吧？对，1年半以后的现在，然后呢来到这个小米苏7 Ultra 和这个 Model S Plaid 都是2个电动车。对吧？它们之间可能驱动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确实在性能潜力以及说是绝对的性能，包括说全方位功能性层面，对吧？你又一次不光是说眼睛见证了，也实际的体验了，一直在刷新我的认知。确实是这样，不光是刷新你，也刷新我，也刷新咱们行业当中的几乎所有人的这些认知，对吧？然后如果咱们要是把这个视线啊再往远去放的话，你想啊，小米苏7 Ultra 这款车50万出头价位。目前，然后买这样的车还有地方补贴，对吧？再减一些，也就是50万的水平。然后，如果要是对应的燃油车的话，因为燃油车得交购置税，那么燃油车对位大概也就是可能45、6万水平的车。那45、6万的燃油车，你能买到什么呢？奥迪 S4， 我觉得奥迪 S4 可能是最接近它原本在市场上定位的车，对吧？虽然说我看这一次呢，就是厂家也提出说这个车把它还往什么豪车的方向去标什么 BBA 等等之类的，但其实我这里我说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它其实小米苏7 Ultra 并不是直接跟那些可能同价位的那些奥迪、奔驰、宝马传统的行政级轿车去对位的，我觉得那差异还是有点远的。
跟什么5系啊、A6啊、E 级啊这样的车型，感觉产品力方向以及用户人群、用户画像还是有差异的。差异很大。但是如果说对于像这些传统豪华品牌，他们的性能车或者准性能车，比如奥迪 S4这样的车比起来，其实我觉得味儿是挺对的哈。你想，价位一样，都是4驱，对。然后当年的 S4呢是300多匹。现在是300多匹吧？跟小米 Ultra 的这个比起来，对，现在基本上天壤之别。对，4、5倍的马力，然后说是这种性能潜力，以及说对吧？奥迪 S4它是什么样的配置，它是什么样的功能，智能化这些，再看如今的小米SU7 Ultra， 对吧？确实也就是不断的，真的是在刷新这种市场的价值感知。或者说也是不断的去把性能车的门槛去充分的拉低，让更多的这些玩家吧，我觉得能够让他们去体验这种驾驶乐趣。在当今这个电动化时代，从这点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还真的应该感谢一下小米这个厂家。而且我相信，在目前这种你争我赶的行业势头之下，小米目前开这样的一个头，我觉得一定还会有许多其他的厂家去加入，或者小米这个厂家自己之后也会不断的去，对吧？更新迭代、推陈出新，或者拔到更高的水平，都是很有可能的。无论如何吧，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咱们喜欢玩车这些用户吧一个充分的利好，或者说对于说汽车功能化这些用户们可能也是能够享受到很多这种价值收益的。毕竟这一切呢都是寄托于中国汽车工业的这种高速发展，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小米SU7 Ultra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出海。毕竟可能说是像以前，对吧？你看我今天还穿这件衣服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又穿这个 GTR， 又这件衣服。对，昨天我提车我就里边穿这件衣服，看到了吗？日产 GTR， 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新老更迭的时代，对吧？我当年作为说日产 R35 GTR 的车主，09年2月18号购买那辆车，见证了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车型 R35 GTR。然后呢，在16年后的今天啊，2025年3月6号，咱们又提了小米SU7 Ultra。我看好像在社交媒体账号，两个厂家还互相致敬致意了一下，对吧？从当年划时代 GTR， 再到当年划时代小米SU7 Ultra， 从当年的外国品牌的4驱的性能车，搭载全球最先进科技的产品，到如今咱们的中国性能车，而且两辆车还都是打着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是行业当中令人惊艳的这种性价比，以这个角度来去开路的产品。真的说是令我有感而发，就是这么多年吧，咱们中国的汽车工业，尤其在性能车这个领域，从当年真的说是默默无闻，再到如今具备了领先全球的实力，短短的10几年时间啊，真的是令人感慨。所以说接下来就出海吧，别管说是纽博格林赛道，或者说是世界其他赛道，乃至于说其他的各个国家的各个市场，咱们跟当地的原生的那些性能车去做以充分的碰撞，让他们一起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速度。